今日这茶倒是比昨日的香。80了还纳妾，李老太爷这身子骨更觉得在后头。那姑娘原本是李老太爷那个最爱逛花楼的曾孙李四公子的相好，不知怎的竟被老太爷瞧上了。祖孙俩如今在府里碰了面，要我说李家这事儿不算什么，真正稀奇的是城东王家几日竟诞下了一对双胞胎啊！王家上下口径一致，说是老夫人诚心礼佛，感动上天赐下的福缘。夏豆，他家老汉不都过世10年了吗？至于这福缘怎么来的嘛，那就只有佛祖知道了。今日这趟没白来，裴慈敬穿越者，上辈子因一颗西瓜子呛入气管，再睁眼变成了威远侯府2房独子，已悠悠18载。系统调出面板。吃瓜不易，小裴叹气。这圣经虽大，想日日吃到新鲜热辣的蛙难呢。二公子，二公子，姚总，二公子，可算找到您了，府里让您立刻去神府，10万火急。二公子，可算找到您了，府里让您立刻去神府，10万火急。哦，可有说是何事？小的不知，传话的人嘴紧得很，只说是10万火急。豪爷、侯夫人、二老爷、二夫人都已经去了。神府沈家2位千金，侯府2位公子，婚期将近，终日吃瓜的我，莫不是要变成瓜中人？爹娘，既然人都到齐了，今日这桩事究竟该如何处置，还需2家共同商议出个章程来。侯爷，此事发生在沈家，是沈某管教无方，先行告罪。然世子为何会出现在小女归阙，又为何会酿成如此局面，还需给个明白交代。事关两府亲会，若不能删善处置，只恐2家颜面扫地，沦为朝野笑谈。逆子，你可知错？父亲，我与熏月是真心相爱，求父亲沈伯父成全。她是你二弟未过门的妻子，裴家的脸面都要被你丢尽了。可婚约本是掌当所定，并非我意。我与灵月两情相允，为何不能？侯爷，千错万错都是小女的错，小女与世子情难自禁，自知辜负二公子的婚约，无言以对，求侯爷可情之一子，如藤缠树，成全我们吧。孽障！我沈家失礼传家，竟养出你这等不知廉洁的女儿！沈大人息怒，事已至此，2人木已成身，再责难一事无望。为今之计，唯有设法周全。沈姑娘既与犬子情投意合，可允其进我侯府之门，但只能为妾。至于宁欢与灵儿的原定婚约，此事委屈了宁总，婚约大事便由清霜自行决断。若他不愿，婚事我侯府绝无二悔，并会备上厚礼以表歉意。若他愿意，我侯府未来的当家主母只会是他，这一点老夫可以当众许取。宁欢，此事关乎你终身，为父想听听你的想法。既已阴差阳错，木已成舟，强扭的瓜始终不停。依林欢浅见，不如将错就错，换婚。这妮子真有眼光。月儿，你当真不后悔？娘，您不懂，女儿走的这条路才是通天大道。侯府门第森严，你以此番方式进去，主母李氏岂会给你好脸色？行礼又如何？暂时的罢了。裴慈训绝非池中之物，不出10年，他必会立下赫赫战功，官拜大将军，爵封魏国公。而我只要牢牢捉住世子的心，生长长子，台正指日可待。月儿，你怎就那么笃定？月儿，你怎就那么笃定？女儿选的这条路绝不会错，娘只需等着，待女儿成了国公夫人，定将您风风光光接出沈府。重生一次，竟只学会了如何和爬床，如何算计男人，如何争动后宅那方寸之地吗？真是个愚蠢的妹妹呢。祝你好运。瞧瞧这嫁妆，嫁的不过是2房公子，这般阵仗啧啧，沈家真是疼女儿。你懂什么？越是这般，越说明沈家看重这姑娘，往后在婆家，任谁也不敢轻慢她半分，这是给姑娘撑腰呢。凭什么？娘子，到了。
星哥哥，委屈你了，日后定补偿你。孙儿孙媳给祖母请安。起来吧。孙媳沈林欢给祖母敬茶，愿祖母福寿安康，松柏长青。好孩子，既进了裴家的门，往后便是裴家的人。望你与慈颜相敬如宾，和睦持家。孙媳谨记。好孩子，往后慈静要是敢欺负你，只管告诉爹，爹帮你揍他。欢儿，委屈你了，往后这儿就是你的家，万世娘在，谁也不敢给你气气。往后这儿就是你的家，万世娘在，谁也不敢给你气气。孙媳沈林月给祖母敬茶。既进了门，便安分守席，谨记自己的身份。是。你既以妾室之礼进门，便该明白自己的本分。侯府有侯府的规矩，世子院有世子院的体统。不日，侯府自会为初儿飘响正气。待正母进门，你亦须谨守妾室本分，不可有半分逾限。妾身明白，能陪伴在慈倩哥哥身边，妾身已心满意足，不敢奢求其他。母亲，您悦他。你闭嘴！你自己做下的糊涂事还有脸说？事情既已落定，便不必再多说。侯府经不起折腾，家宅不宁，立军心是败家之始。我老了，只想图个清静，安安稳稳寿终正寝。谁要是让我这晚年不得安生，饿不饿？忙乱一天，想必没好好吃东西，先垫垫吧。很好吃。和尽同劳，永结同心。娘子，还望夫君怜惜。再睡会儿，天还早。该起了，今日需向祖母、父亲、母亲请安敬茶，误了时辰不好。是该起了。大哥，二弟，弟妹，世子，妹妹在看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姐姐今日气色极好，想来昨夜休息的不错。妹妹也是，只是眼下的青意有些重。可是昨夜没睡好，新换了个地方，难免不习惯。时辰不早，我让祖母酒喝。沈林欢，你且风光着吧，看谁能笑到最后。女儿给父亲小婿拜见岳父大人。起来吧，一路辛苦。月儿，姨娘，父亲、妹妹，妹放远道而来，不如先进府再叙。慈静，你既读了这些书，可曾想过科举入仕？环儿既沈家的女婿，岳父不求你封侯拜相，但为人夫君总该有安身立命之能，庇护妻儿之力。岳父教化，小婿铭记，定当勤勉读书，不负吸血。父亲，夜深了，怎么还不歇息？明轩，你说欢儿骂去二房，究竟是委屈了他，还是成全了他？儿子见妹妹今日气血比在娘家时还要好些，那赔罪待她也体贴，至少比嫁给世子要好。为父从前总觉得庶出二房配不上欢儿，若要屈居人下，步步小心，反倒委屈了他的本事。二房虽无权势，却有钱财，公婆宽厚，夫君纯良，欢儿在那里反倒能施展手脚。或许是老天爷的安排，换了这门亲，对欢儿未必是坏事。哥哥有事相求。妹妹，我这前些日子出京办案，遇到了些困惑。此案蹊跷至极，反复推敲数日，总觉得缺了关键一环。哥哥若是遇到难办的案子，不该先请教父亲吗？怎得到来问我一个内宅女子？欢儿，你知我性子，这些年总有人暗里说我是沾了沈家嫡子的光，才在大理寺谋得一席之地。这次案子是我首次独自主理，我不想还没查清就去找父亲求助，更不愿让衙门里那些老狐狸看笑话。满朝上下能与我推心置腹商议之人寥寥无几，而能在这桩离奇案子上给我启发者，思来想去，竟只有你了。罢了，既是哥哥开口，便说说看吧。前些日子，
云阳郡守陈明远死在家中书房，房门从内门反锁，窗户紧闭。密室，正是。门山是从内用铜销栓死的，销子完好无损，窗户皆从内扣死，窗纸无破损。屋内除了陈启明自己的脚印，再无第二人痕迹。陈启明死前曾与郡丞赵文焕激烈争吵，赵文焕于幼时3刻离开教首府。陈启明死于10左右。赵文焕因何争吵？半年前，陈启明曾上书弹劾赵文焕贪墨治河款项。虽因证据不足未成事，但两人自此结恨。赵文焕有动机，也有时间接近案发时段，但没有可以将他定死的证据。所以你们抓了赵文焕？只是暂时羁押问讯，他咬死不认，我们也无确凿证据。此案已拖了7、8日，上峰催得紧。此案有多处疑点，赵文焕为官被弹劾是再正常不过的事，他未因此出事，何至于和陈喜明不死不兴？且他咬死那也只是寻常易事，虽有征兆，但绝未大手。若真是赵文焕犯案，他又如何将房间从里面锁走？妹妹说的极是，我也觉得。我想见一见赵文焕。沈大人又来了，赵某还是这句话，陈群之死与赵某无关。赵大人，今日本官带了一位幕僚，想再问几句。又来审问，这些大理寺的人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。陈启明死了，他们抓不到真迹，就想拿我顶贼，做梦。沈大人想问什么尽管问，做梦。沈大人想问什么尽管问，赵某知无不言。案发当日，你与陈都尉为何争吵？治河款项的事，半年前陈左手弹死我谭墨，后来查无实质，那笔钱我悉数布上，只是商议今年秋云防运的银两调度，他坚持缩减河工开路，我说汛期来至不可缩减，就这么僵起来了。你离开时是幼时3刻？正是。离开后回了家，管家门房还有来送样本的县衙仵作大人都不可为证。我回家后一直到次日天明，再未出过门。赵大人，陈州守平日可有郁结之症？你是？赵大人只管回答便是。陈州守近半年来确实有些居州寡患，他夫人去年病故县，膝下无子，再加上朝廷考核在即，他政绩平平压力不小，但这与案子有关系。妹妹，如何？可看出什么了？赵文焕不是凶手。妹妹这么肯定？他心中坦荡，提及陈启时只有惋戚与无奈，没有一丝心虚或恐惧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反复在想的没有一丝心虚或恐惧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反复在想的是如何配合查案，走日洗清冤屈，而不是如何遮掩，如何脱罪。山手不会是这样的心态。可若不是他，这密室又是如何造成的？我需要想一想。娘子想什么呢？可是今日累了。兄长托我琢磨一桩案子，一时想不出眉头。什么案子？说来听听。说不定为夫能给你出意。真相只有一个，死者陈启明并非他杀，而是自尽。可那刀是从背后刺入，直没刀柄，如何能是自己？这正是死者精心设计的高明之处。常人思维定势，背后中刀必是他人所为。但若死者取一块冰，将短刀刀柄冻结其中，至于他计划倒下的位置，待他决然向后倒去，刀刺入体，冰在体温和血液作用下逐渐融化，化为水渍与血迹混在一处，自然无人察觉。密室之谜也就迎刃而解了。那本就是死者自己从内部完成的。娘子果然聪慧。娘子果然聪慧。如此大费周章，绝非寻常求死。他身为郡守，为何要用这般复杂诡顿的方式了结自己？又为何要伪装成他杀，引人追查？这么就不是咱们小夫妻该深究的了。或许被事憋住了不得不死的把柄，或许是想用最后的死来陷害仇敌。总之，那是大理寺和冷兄该头疼的案子了。娘子，为父突然想到一件事。何事？大哥那个性子冲动，感情用事，为个女人就什么都不顾。将来若是继承了侯府，我们二房会怎样？将来若是大哥犯了什么大错，牵连侯府复毁，就我这没什么功名深的二法子弟，怕是连误上爹娘和你都做不到。
就想简简单单躺个平，吃个瓜，宠个媳妇儿，怎么就这么难？娘子，为夫突然觉得这科考好像是不考好不行了。妾身会一直陪着相公的，无论前路如何。若相宗后每日能坚持成妾身布置的功课，连续10日，妾身便兑现方才所说的奖励。相公以为如何？读，为夫最爱读书了，绝对不是为了娘子的奖励。那妾身便拭目以待了。娘子怎的一个人在这里？趁午后清静，看看婆婆昨日交予我的账册。二房的家底倒比妾身预想的要厚，京中6间铺面，征外3处田庄，南边2间货站，还有2条跑海贸的船股。这么有钱，那我总不是娘子，那我是不是可以继续躺平了？相公莫要忘了，前日是谁在书房信誓旦旦说要考个功名护住咱们二房的？妾身的奖励可不是白给的。娘子说的对，为夫明日就去国子监报到。今日先陪娘子赏这秋色。今日先陪娘子赏这秋色。世子呢？回侯爷，世子院那边还未有动静，属下先前去请，院门紧闭，里头伺候的说世子尚未起身。去，告诉裴素英，伴住厢内，我要在演武院见到他。吵什么？天还没亮。慈林哥哥，好像是父亲那边。不管，父亲就是太严苛了，我再睡会儿。世子，好爷有令，请您即刻前往演武院。好爷说了，若世子不起，便绑过去。属下等也是奉命行事，得罪了。敢！父亲，捡起来，好好看看你自己，现在成了个什么样子？败坏门风，令侯府蒙羞；二错，新婚纵欲，令侯府蒙羞；二错，新婚纵欲，沉溺女色，荒废武艺；三错，晨练懈怠，目无尊长。从今日起，每日卯时3刻准时到演武场练武2个时辰，每日午后去祠堂跪1个时辰，静思己过。还有，从即刻起，你不许再跨入史攸的院子半步。父亲，怎么舍不得？儿子遵命。侯爷吩咐了，世子在静思己过期间，不得踏入姨娘院中半步。姨娘也请安分删题。不能砸，砸了，侯府不会给我重新添置。孩子，这是我最大的指望，不过3个月就传出喜讯。这一世，我抢了这姻缘，这章子也该是我的。可偏偏那个老不死贼远侯，一到禁令连面都见不到了。很好吃，喜欢就好，我让他们日日往你院里送。欢儿啊，喜欢就好，我让他们日日往你院里送。欢儿啊，你不知道娘这心里多高兴。慈静那孩子从小就散漫，如今他肯上进，肯逛宫，娘这心里这块大头子总算落下了。是你推得好，慈静能娶到你，是她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你看看，喜欢哪样随便拿，都拿走也行。母亲，这太贵重了。首饰不就是给人戴的？娘给你的，你就拿着，日后出门应酬，总得有几件撑场面的。母亲太破费了。破费什么？咱家别的不多，就钱多。总之啊，你嫁进来，别的我不敢保证，但在银钱用度上，绝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虽然背后这样说不太好，但尤其是那个沈凌月，哼，她不是爱显摆吗？花儿，你日后就带着这些，好好让她瞧瞧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底气。相公今日甚是勤勉。岳父与大舅哥好意送来，为夫自然要用心学习。相公如此努力，学识日进，为夫自然要用心学习。相公如此努力，
学时日进，一切深看，照此下去，待到下次春瑶，相公定能脱颖而出，榜上有名。那是，也不看看我是谁。娘子，为夫似乎连童生都不是。相公莫非忘了，我大前科苦，除正途之外，还有阴补之志。威远侯府世代承袭爵位，属功勋世家。按制，侯府子弟有资格入国子监学习，直接参加会试，无需经过童生、秀才、举人3级考核。这竟能免去层层科考？正是。父亲前日已写信给侯府提起此事，过夏天夫君便可入国子监学习。赵子桓，你欺人太甚！怎么，醉月楼的姑娘是你家进膳，你包的，我便包不得？嫣儿早已是我的人，你明知如此，还故意连她一跃，这不是当众打我的脸是什么？嫣儿姑娘挂牌时便是清官人，何时成了你的人？难不成是在你梦里成的？下盘虚浮，发力全靠蛮力。左边那个揪头发算什么本事？发力全靠蛮力。左边那个揪头发算什么本事？右手明明有空档，插他肋下呀！右边那个也是，都被按在地上了，还只顾护脸，膝盖往上顶。对，就那儿，软肋。兄弟，要不也来点刚炒的五香味儿，可香了。在下裴慈敬，不知兄台怎么称呼？黄绿，原来是皇兄，失敬失敬。这人身姿气度绝非普通剑圣，那身素青剑生服穿在他身上，非但不显寒霜，反而有种返璞归真的低调贵气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看人的眼神不是刻意摆出的高傲，而是一种浸润在骨子里的习惯性俯瞰。上位者比自家那位威远大伯的气场还要强上几分。姓黄，该不会是什么微服私访的戏码吧？小说里不都这么写吗？皇子王爷出门在外，化名不是姓黄就是姓王。热闹可以一起看，瓜子可以一起吃，但不可深交。林博士来了！皇兄，今日与勋同观此奇景，甚是有趣。可惜时辰不早，小弟我还需去熟悉下课业章程。甚是有趣，可惜时辰不早，小弟我还需去熟悉下课业章程。这就先行一步了。裴慈敬倒是比他预想中更有意思些。裴协敬吗？我记住了。国子监果然是个瓜田宝地，那个皇兄还是离远点好。这年头跟皇家沾边的事都不经历，我呀还是专心吃瓜，好好读书，回家宠媳妇儿。曰若开谷，帝尧曰放勋。亲门文思安安，允公克让，光背四表，隔于上下。这就是大前最高学府，就这。果然不是普通人，能让这些眼高鱼头的虚贵子弟主动让路的，要么官大到能让他们爹都害怕，要么就是压根不用看他们爹眼色的人。皇兄，这儿有人吗？皇兄这粥看着清淡。习惯了。皇兄是哪里人？听口音不像是京城的。祖籍北边，小时候搬来了京城，便一直住下了。每句话都没毛病，但合在一起什么都没泄露。这位皇兄的社交防守满分。北边好啊，不像京城实在，肚子里弯弯绕绕太多。你倒不像是会嫌弃弯弯绕绕的人。皇兄此言差矣，我这人最怕麻烦，遇到弯弯绕绕的东西，向来是绕道走。绕得掉吗？皇兄这话倒让我想起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天下大事浩浩荡荡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。但在下只是个想好好吃饭、好好睡觉的普通人，大事什么的跟我没关系。普通人可不会在国子监看人时嗑瓜子，还把瓜子分给陌生人。那是，分享精神，独乐乐不如众和乐嘛。弓都拉不稳，还射什么箭？你会射箭？你会射箭？你走路怎么没声呢？既然会，为何不去试试？文监的来出什么风头？怕是连弓都拉不开吧？
还行吧，没给咱文坚丢脸。你会武？略懂略懂。小时候家里请过几个师傅教了几年，后来嫌累就没练了。现在嘛，也就这点本事，还没丢光。皇兄，你到底是什么身份？你觉得呢？以我多年吃瓜坑 CP 以及我多年阅人的经验开来，皇兄你至少是个郡王级别的，说不定还是个亲王。别误会，我没有打探你的意思，就是好奇。像你这样不爱社交的人，能聊得来的人确实不多。巧了，我愿意聊两句的人也不多。灵儿，今日赏花会，各家贵女云集，你多看多听少说，若有合心意的，记下名姓，回来与娘说。那些妖妖夜妖心思不争的，莫要沾染。儿子明白。娘子，赏花会啊，肯定很多公子小姐吧？人多的地方，是非就多；是非多的地方，夫君，此次赏花会恐怕不只是赏花那么简单。安和公主李婵行与九皇子李成禄乃是一对龙凤胎，今年刚满16。此次赏花会，明面上赏秋菊、品新酒，实则是为公主选伴马，为皇子择正妻。那咱们都成婚了，怎么还邀请我们？已成婚的年轻夫妇也在受邀之列，这也是个难得的交际场合。若能在赏花会上显出几分才学品性，在上头留个好印象，对日后总归有益。娘子说的对，那我到时候尽量不丢人。娘子，我去了。你且安心与姐妹们说话，若听见什么有趣的，晚上回去说与我听。相公也是，莫要只顾着看热闹，忘了正事。放心放心，为夫定会好好表现。忘了正事。放心放心，为夫定会好好表现。欢姐姐，你可算来了，我想死你了。多大了，还这么毛毛躁躁的？我这不是想你了吗？自打你出嫁，咱们都快2个月没见了。让我看看，咱们的沈大美人嫁人后是胖了还是瘦了？欢姐姐，我都听说了，那威远侯氏简直不是个东西，还有你那庶妹，一对狗男女，害得你嫁去了2房。那裴慈敬我虽没见过，但听说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侯府公子。姐姐你这般品貌神华，嫁给他简直是明珠蒙身。婷儿，这些话以后莫要再说了。姐姐，果然嫁出去的姐妹就是泼出去的水，我的心被伤得透透的，每天赔偿是过不去了。喏，赔礼够不够？姐姐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收着吧，这样的东西我还很多，都是婆婆送的。她总说我年纪轻该多打扮，塞了我满匣子首饰，我一个人哪里带得过来？欢姐姐，你婆婆对你可真好。安和公主驾到，参见公主殿下。安和公主驾到，参见公主殿下。今日秋光正好，菊香悠长，邀诸位姐妹前来同赏。大家不必拘步，只当寻常家宴便好。身份、样貌、才学、品性，无一不是上上之兔，最合适的人选。只可惜已嫁作人夫，且嫁的还是最远离京的庶出的2房。皇兄李泽深性子太过温和，若再配个天真浪漫的正妃，只怕将来连自己的皇子府都撑不起来。皇兄需要一个能稳得住局面、镇得住场子的正妃，教门之女或许才是最好的选择。一群沽名钓誉之辈。九皇子驾到！参见九皇子殿下。诸位免礼，今日秋高气爽，菊花正艳，本是赏心乐事，不必因本王在此而拘束，大家随意便是。不必因本王在此而拘束，大家随意便是。殿下，可是有女子亲戚来了，反应大些，就是这般身态。可李成炼是皇子，皇子怎么会？这九皇子该不会其实是个公主吧？先天假两性畸形，古代稳夫只凭肉眼判断，误判并非不可能。若误判的是皇子，回殿下，那位是镇远侯府2房的公子裴慈敬。裴慈敬，
能看，不能再看了。这个秘密太大了，大到能掉老乖的那种。这事不能对任何人说，包括娘子。至少在搞清楚全部真相之前，一个字都不能说。当务之急是装傻，装的比平时更傻。原来如此，原来那九皇子不是皇子，至少不完全是。而这个秘密被自家父处发现了。相公，今日可累了？还好，就是人太多，有点吵。那回去好好歇息。妾身让小厨房炖了银耳羹，回去刚好能喝。娘子，有你真好。13岁那年，第一次腹痛，太医院诊了无数次，开的方子能堆满半个书房，却无人能说出病因。而我小心翼翼藏了16年的秘密，那具与皇子身份格格不入的身体，那些每月准时造访的隐痛，那些连贴身内侍都不曾窥见的真相，今天在水榭角落那个青年眼中，我竟看到了一丝洞悉。你到底看出了什么？若有人真能看破，或许也不是坏事。欢儿，这些是咱二房这些年的账，京中6间铺面，城外3处田庄，南边2间货市，还有2条跑海贸的船股。娘年纪大了，管不过来，往后就交给你了。母亲放心，儿媳定当尽心。母亲，儿媳方才核了一遍东街球缎铺的账目，似乎有些不对。东街球缎铺的账目似乎有些不对。怎么不对？上月进货300匹狐神，要面作价每匹3两6强。但儿媳前些日子随相公回门时路过南市，听闻狐绸进价不过2两8线，这中间差了8钱银子，累计进账少了240两。那球缎铺的掌柜是我娘家带来的老人，我待他不薄，他竟敢……母亲息怒，未必是贪墨，也可能进价确有浮动。儿媳想亲自去铺子里走一趟，查个清楚，再做定论。二少奶奶大驾光临，不知有何吩咐？刘叔在咱们二房做了多少年了？回二少奶奶，一晃眼23年了。从太太还没嫁进侯府时，小人就在太太娘家铺子里做事。23年，那就是一家人了。刘叔，近来可有什么难处？没有难处，铺子生意好得很，太太和二少奶奶放心。刘叔，你儿子欠了毒坊的债，我知道。二少奶奶，小人是被逼无奈，那小子欠了300两，毒坊的人说再不还就断他的手。小人一时糊涂，才在账上动了手脚，只是拿了该拿的差价，绝没有多谈半分。起来地上量，欠了多少？连本带利。500两。这是500两，拿给你儿子把赌债清了。另外，从下月起，你的月钱减3成，直到把账面亏空铺上。至于你的去留，端看你还愿不愿意为咱二房做事。二少奶奶仁厚，小人这条命往后就是二房的，誓死效忠。刘叔在二房23年，咱们是一家人，往后若再有难处，直接来找我。皇兄，你说这国子监的先生们是不是脑子有坑？讲上书就讲上书，非要什么微言大义，一句话能解释清楚的事儿，偏要绕18个弯。我差点以为在上政治课。政治课？我的意思是策论课，对，策论课。对了，皇兄，你听说了吗？镇北将军府的嫡女今日来文监旁听了。听说了，听说长得挺好看，不对，听说武功了得，跟他爹镇北将军学的枪法，一条银枪使的是虎虎生风。你感兴趣？别，我可是有家室的人。我家妮芙你也见过，又美又聪慧，还会管家算账。我这辈子就认她一个。还会管家算账，我这辈子就认她一个。只是纯粹吃瓜。娘子，为父在国子监交了个朋友。哦，什么样的朋友？他自姓黄明玉，10有8九不姓黄，肯定。相公为何这般催策？他身上那股气势比大伯还强，而且那些勋贵子弟见了他都绕着走。姓黄，他很有可能是某个皇子，或是王爷。相公打算如何？不如何，就当个普通好友处着。他来国祖监大概是想体验生活，我就当不知道。反正我也没打算抱大腿。相公做得对，有些关系不远不近，不攀不疏便是最好的距离。对了，娘子，你有没有从你那些姐妹那里八卦听到什么风声？关于九皇子是什么情况？相公为何忽然问起九公子？
就是赏花会上见了一面，总觉得那个九皇子有点不对劲。男生女相也就算了，可他走路说话那股劲儿，比公主还公主。而且那个腹痛，那个表情，那个按小腹的动作，肯定。相公若觉得不对劲，便先放在心里。有些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娘子，你说的对，这件事咱们先不提。月钱只有20两，在这侯府里20两够做什么？打赏下人不能寒酸，胭脂水粉不能太差。衣裳首饰总要添置几样，可每次出席家宴时站在沈林欢身边，像个乞丐。这个月的月薪照常来了。沈林欢，你前世的风光，这一世本该是我的，不该是这样的，不该！手枪的调令下来了，3日后去北京报道，入镇北将军麾下做百夫长。儿子领命。北境苦寒，不比盛京繁华，好自为之。劳烦通报一声，就说灵玉有事求见。姨娘，世子吩咐过不见何人，您还是……就几句话说完就走。不行，侯爷有令，小的不敢违。不行，侯爷有令，小的不敢违。娘子，你说大哥去北境是好事还是坏事？相公觉得呢？去军中历练是好事，北境那边虽然苦，但镇北将军治军严明，是个好去处。大哥若能沉下心，说不定真能闯出些名堂。只是什么？只是他要是真在军中有了前程，将来回了侯府，沈林月说不定真能母凭子贵。到时候咱们二房的处境会不会更难？相公怕吗？怕什么？我有娘子，还有一肚子准备考圆圆的书，虽然还没读完。相公只管读好书，剩下的有妾身在。活着回来。大哥去了北运，沈林月那个定时炸弹暂时拆了隐形。爹娘身体康健，娘子治家有方，我自己嘛，书读的不算差，科举大概该有60%把握，好像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不错，距离那件10万点的终极商品又近了小小一步。二公子，宫里来人了，让您即刻去前厅，说是九皇子殿下有请。知道了，我这就去。裴二公子，九皇子殿下有请，请您即刻入宫。敢问这位公公，殿下深夜召见，所为何事？想与二公子叙叙旧。既是殿下召见，自当从命。容在下换身衣裳。殿下特意嘱咐二公子随意便好。去告诉二少奶奶，就说我进宫一趟，若天亮前未回，让她找皇贵。若天亮前未回，让她找皇贵。殿下在里面等候，二公子请。裴二公子深夜冒昧相邀，还望见谅。殿下召见，是臣的荣幸。坐，不必拘礼。今夜本王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话。那日在赏花会上，你一直在看本王。殿下风姿卓绝，在场之人无不瞩目。臣不过是其中之一。不，别人看我是看皇子，你看我是在看什么别的东西？殿下多虑了，臣只是……不必辩解。本王今夜叫你来，不是来问罪的。16年了，从没有人看出来过。太医院那些老头子号了无数次的脉，开了满屋子的方子。那日腹风发作，你眼中的深色不是担忧，不是惊惧；你眼中的深色不是担忧，不是惊惧，
而是了然，像是你见过类似的情形，或者说见过类似的人。殿下今年16岁，13岁开始每月腹痛，发作时有畏寒、冷汗、面色发白之症，服药可暂缓，但无法康治。太医院查不出原因，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查错了方向。他们查的是一个皇子身上的毛病，但他们不知道是一个女子身上的每月一次的腹痛、小腹参痛、畏寒怕冷。这些症状若放在女子身上，再寻常不过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殿下的喉结，16岁的男子，喉结早已突出，清晰，但殿下的波颈平滑如镜，面上那种隐忍与女子月事时的顿状八无二。那你这意味着什么？臣不知，也不敢妄断。殿下究竟是男子之身，却有女子之症，亦或是当初接生时便已脑错了性别？这需要更专业的诊断才能致认。但有一件事，臣可以确定，殿下不是一个人。这些年殿下藏着的秘密，臣不会说出去，一个字都不会。你知道吗？这么多年我甚至不敢照镜子。母妃早逝，皇兄皇姐各有体障，是这宫中的孤岛。殿下不是怪物，无论真相是什么，都不是殿下的错。你知道我今夜为何叫你过来吗？臣不知。因为我太累了，一个人守着这个秘密守了16年，我想找个人说出来，哪怕只有一次，哪怕说完之后绝望。殿下若是担心臣会泄密，大可不必，因为臣也有一个秘密。臣上辈子，也就是前世，是另一个世界的人，在那个世界里，臣是个程序员，就是成天面对电脑写代码的那种，因为吃西瓜呛死了，才赚到大钱来。所以殿下你看，我不是在安慰你，我是真的觉得殿下不是怪物。你果然是个很奇怪的人，臣就当做夸奖了。皇兄，不对，臣裴慈敬参见。还是叫皇兄吧，听着顺耳。皇兄藏得可真深，你也不浅，百步穿杨的剑法，武学大师的身手，还有武学大师的身手，还有能让我那从来不与人亲近的皇帝深夜召见。一个只想吃瓜的普通人，他跟你说了什么？这个臣不能说，臣答应过殿下，不说也罢。但你记住，他是我的弟弟，无论他身上有什么秘密，都是我的弟弟。臣明白。回来了。娘子是不是都知道了？知道一些。从赏花会那日开始，妾身便知，夫君一定看出来了。九皇子很可能不是皇子，或者说他生来便带着2套不同的身体。接生时搞错了，16年来他一直以皇子身份活着，可他经历的痛苦没有人知道。娘子，我答应了替他保守秘密。这件事可能会很麻烦，甚至可能会给咱们2房带来危险，但我没办法拒绝。他已经一个人扛了16年，哪怕是陌生人。相公做得对，有些事明知有风险，但若不做，便不是自己了。娘子，有你在真好。皇兄还是叫你皇兄吧。那天晚上在宫里遇见你，我就在想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知道的。一开始不知道，后来你问我什么身份，我便知道你在试探。那你为何不拆穿我？因为你很坦诚告诉我，你不想抱大腿，能对权势不卑不杠的人不多，而愿意把瓜子分给陌生人，看人时认真点评的人更少。皇兄这是在夸我？我皇帝的事不管他跟你说了什么，我希望你当真能把秘密守住。皇兄放心，臣答应了殿下的事，绝不反悔。而且我要是敢反悔，我娘子第一个饶不了我。娘子，你说我要是考不上怎么办？那就再考。要是还考不上呢？那咱们就不考了，总归有2房的家底养着，饿不死的。也是，反正有钱，大不了回家继承家产。不对，是继承媳妇儿的家产。
相公知道就好。老三，近来国子监那边有什么动静？回父皇，一切饶常。文彦那边有几个可造之才，武彦镇北将军的嫡女进步很快，银枪已得了几分乃父周亨。听说你最近在国子监跟一个叫裴慈景的走得很近。前些日子闹了个换婚的笑话，便是他。沈灵欢是那个12岁在太后寿宴上弹春江月营的丫头，是，能被沈家那丫头看上的人，倒应该不差。也罢，你难得交个朋友，朕不过问，只是莫要忘了身份。儿臣明白。终于来了。臣有一个朋友，擅长疑难杂症，若殿下愿意，臣可代为引荐。裴慈敬，你若真能做到，本王便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。上辈子当社畜时哪有过这种待遇？这辈子娶了个会读心的娘子，简直是开了挂。相公今日醒得倒早，被冻醒的。今年的冬天收到了来得格外早。听公公说，北域那边已经开始下大雪了。大哥在北运不知道怎么样了。侯爷昨日说已抵达镇北将军麾下，一切安好，只是北境苦寒，帐里都要结冰。他虽然混着过，但还是我大哥。相公不必太过担心，镇北将军治军严明，大哥在那边吃些苦头未必是坏事。男人总是要经历些风霜，才能长成参天大树。今日的策论题目论边患与屯田，限时2个时辰，每人交一篇策论上来。这题目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。裴慈敬，你这篇策论论据扎实，见解不俗。你家中可有从军的亲属？回博士，学生的大伯是威远侯裴富成，裴兄目前也在北境镇北将军麾下任职。难怪了，这篇策论甲等。听说你的策论得了甲等，都是先生教的好。边患与屯田，我提了个变被动防御为主动经营的思路。北境内这些年朝廷投入的军费越来越高，但收效甚终。胡人来去如风，打完就跑，边军追不上，守不住，每年冬天还要冻死不少士卒。你的屯田策是想把边军变成自给自足的武装农民？李兄果然见多识广。不过这只是理论，实际操作田用地的分配、军户的管理、收成与军需的调度。皇兄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遇到的第一个能跟我聊这些的人。我也是。二少奶奶，这是太太今早让人送来的，说是泉州那边新到的一批珍珠，给您挑了2颗顶大的，让您镶首饰。凭什么？他什么都有，而我连新衣裳都做不起，我连冬衣都捉襟见肘。裴慈林，你何时才回来？这日子何时是个头？元宝，有事就说。二公子，这是皇公子差人送来的，说是给二公子的冬至贺礼。这弓是真正的牛角折木弓，弓弦是银丝绞的，造价不会低于500两。是啊，这个人情可欠大了。不过也好，欠人情也是交情，既然是朋友，就不必那么轻。皇兄，你最近气色好多了，是不是那个裴真给你吃了什么灵丹妙药？胡说，他
他只是帮了我一个忙。什么忙？不能说。皇兄确实开朗了许多。老九，你近来身体如何？太医院那边还在吃药。回父皇。太医院那边还在吃药。回父皇，儿臣身体恰可，太医院的方子还在用，不过近来似乎好了些，发作的频率比从前少了。那就好，若有不适及时说。你母妃走得早，朕若连你和婵媛都照料不好，将来见了她不好交代。裴慈敬，你欠我的那把弓，可不止500两银子。你欠我的，是帮我弟找回活下去的光。那把弓只是开始，这份情我记下了。如何？最后一式回马枪腰马还不够稳，转体时重心偏了3分。若是实战，这偏差足以让敌人找到破绽。那你来试试，还没人敢这么挑毛病。好枪法，不过比起我还差一点。确实还差一点。这枪法有沙场杀伐之气。它像雪地里的红梅。啊！娘子，这些题是谁出的？娘子，这些题是谁出的？相公猜的没错，确实是父亲出的。相公辛苦了，这些日子读书太过用功，瘦了许多。过了年便是春闱了，相公准备好了吗？妾身觉得有8成。6成。娘子怎么知道有8成？娘子，等春闱考完了，我带你去城外看桃花。听说城东那片桃林春天开得极好。好，妾身等着。他的心声我都听得见，但我不会说。这个给你。皇兄，这是不是有点太贵重了？你用得上。这份情我记下了，春闱我定要考上。考不上就别来国我子监了，丢我的脸。皇兄，等我考上了，请你吃红烧肉，你请客。走，回家，还有很多书要看呢。好。这位皇子嘴可真硬。这位皇子嘴可真硬。裴慈陵已升任副百夫长了，镇北将军对他颇为赏识，还认识了一位姑娘，武功道德，性子爽朗，还能是谁？苏昭月。前世她嫁了树将，这一世一切都不一样了，所有的线都乱了。裴晨宁是我费尽心思抢来的，我不会放手，绝不。娘子，你说我要考不上怎么办？那就再考。我是说真的，要是我压根不是这块料呢？半年前我还是个咸鱼，要参加春章了。相公，半年前你是在茶馆里嗑瓜子听八卦的闲散公子，半年后你是那个能写出究等策论，能百步穿杨，能让皇子主动结交的裴慈敬。你已经走了这么远，明日不管结果如何，妾身都为相公骄傲。娘子太好了，妾身都为相公骄傲。娘子太好了，好到我觉得是在做梦。不是梦，妾身是真的。有娘子在，我不怕。静儿呢？静儿在哪儿？我怎么看不见她？母亲放心，相公已经进去了。今日便是春闱，半年准备，在此一保。娘子，等我回来。皇兄，你不是说出来透气吗？怎么透到贡院来了？顺路。顺路，从宫里到贡院，绕了半个京城，这叫顺路。但愿你能考中。皇兄变了。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成，脑中知识点自动串联。这半年的积累，今日有用武之地。娘子，等我回来。相公辛苦了，先回家歇歇。
让开，我是大夫。就是这个裴子敬，你救了我。回头记得请我吃饭，欠我一条命。这顿饭不能低于10两。二公子又来了。中了！二公子中了！第23名共识，二公子是共识了！中了！二公子中了！第23名共识，二公子是共识了！赏，同酬有赏！今天府里所有人的月钱翻3倍。恭喜相公，妾身就知道相公一定行。娘子，谢谢你没有放弃那个只想躺平吃瓜的我。父亲，妹夫中了第23名共识，接下来的殿试若能再进几步，进士出身，板上绑钉钉。知道了。给侯府送份贺礼，李丹你来御，不能轻了。儿子明白。你那个朋友裴慈敬，第23名共识。你那个朋友裴慈敬，第23名共识。朕看了他的卷子，策论写得颇有见地，尤其是那篇《论边涣与头田》。裴慈敬确实富有才学，儿臣在国子轩与他论学，常有茅塞顿开之感。难得听你夸人，也罢。殿试上联再亲自看看了然。儿臣代裴瞻敬谢父皇。下去吧，你眼睛都快长在那份名册上了。三皇兄，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？没什么。裴慈敬第23名共识。第23名，这家伙还真让他考上了。此敬从前是大伯小瞧你了。大伯教训的是，侄儿不过是侥幸。不是侥幸，你大哥若能给你1半沉稳，我也不至于日夜悬心。你们瞧瞧，这就是我儿媳妇。要不是她，我家那个懒虫怎么可能考上盛世？欢儿就是我们二房的福星，是我们侯府的福星。娘子，娘子，我之前答应过你，考完带你去看桃花。现在趁桃花还没谢。娘子，你知道吗？上辈子的电脑写代码，加班到凌晨，周末只想躺平，
根本不敢想有一天能坐在月光下看桃花。娘子，辈子能吃瓜家血丹马的时候呛死穿过来遇到你，是我2辈子加起来最大的幸运。妾身也是，能嫁给相公，妾身也是，能嫁给相公，是妾身这辈子最好的决定。孙儿辞敬，谢祖母多年教诲。今日孙儿侥幸得中进士，特来给祖母磕头，感恩。你今日能站在这里给祖母敬茶，祖母很高兴。但你要记住，进士出身不过是块敲门砖，官场不比内宅，内宅之争是女人间的弯弯绕绕，官场之争却是刀刀见血。你是个聪明孩子，祖母只送你一句话：祖母请讲。站得稳比跑得快更重要。孙儿谨记，铭记于心。好孩子，你受的委屈，祖母都知道。往后这府里，没人再敢给你半分气势。皇兄不对，现在该叫殿下了。殿下今日找我，是有什么吩咐？衣部的分配下来了，你被分到了大理寺，从7长平事。大理寺，那不是……是你大舅哥沈明轩的地盘，岳父打点的。我本来以为会被分到哪个偏远县城去做知县，本来是该去地方历练的，但有人给你说了话。谁？殿下，臣不过是个2房庶子，侥幸考了个进士。值得不缺的，不是你说了算，而是做这些事的人说了算。看来这趟差事是真的躲不成了。行，大理寺就大理寺，反正我也喜欢查担子，所以才给你安排的大理寺。所以才给你安排的大理寺。殿下，您这是在关心我吗？直接说不得了，非得绕这么大的弯子。裴平氏，今日是你在任第1天，本该先熟悉卷宗，但南城出了一桩奇案，富商寿州万锦死在家中密室，门窗从内紧闭，背后中刀一刀毙命，你可愿前往勘察？下官领命，请江大人将卷宗交下官，1个时辰之内，下官必破此案。本官拭目以待。妹夫，你真有把握？这才第1天，要是碰了……放心吧，大舅哥，密室这种东西我最在了。这是我入仕后的第1桩案子，绝不能砸。典型的密室，和云阳县令陈启明案如出一辙。但这绝不是冰，我们到现场时地面是干的，如果是冰融化，应该会有水渍。不是血迹，是干涸的酒渍。死者在冰前喝了酒，而且量不小。
这案子不是挣扎时推倒的，是凶手离开后用什么东西嚼断的。伪造现场。不是一个人，凶手有2个人，凶手有2个人。周万全临前喝了酒，酒里被下了迷药。凶徒之一趁他昏迷时将他扶到这个位置，刀柄固定在这个位置上，然后凶手关门离开。门外凶手以细铁丝经门缝拨回筒效，但这需要极强的手法，所以凶手不是一般人，是个手极巧的人。那另一个凶手负责用火盆加热房间，让迷药气息消散。大舅哥果然聪明，而且火盆的高温还能让尸体僵硬延迟，干扰5波推算死亡时间。那你觉得凶手是谁？周府管家王福账目上快空了至少3000两。周子安是庶出，一直对父亲偏心嫡子不满。王福怕事情败露，两人一拍即合。走，去抓人。是。你父亲醉嘴后曾说过家业要全部留给你嫡兄，你为他做了那么多年印章，打理生意，到头来什么也得不到，所以你和王福设了这个局。你以为天衣无缝，但你忘了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你父亲信任你，所以他才会毫无防备地喝下你递来的那杯酒，所以他才会毫无防备地喝下你递来的那杯酒。我没想杀他，我只是想让他看看我的好，让他承认我，把我当透明人，我当透明人，我真的没想杀他。带走吧，案卷上写明自首从轻。大人，南城密案已破，凶手2人周子安、王福皆已供认不难。裴平师，你这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可烧得够旺的。大人过奖，下官不过是将前人的精意用到了实处，下官不过是将前人的精意用到了实处。相公今辛苦了，妾身听哥哥说了，第一桩案子1个时辰破案，大理寺上下都被相公镇住了。娘子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在周家密室省检查血迹，忽然想到，如果不是你让我读书，如果不是你每天陪我在书房熬夜，如果不是你在我最想躺平的时候给我那些奖励，我今天穿上这身官服的时候，心里是会虚的。但今天不一样，今天我走进大理寺的时候，心里是踏实的，笃定的。我知道我能做什么，也知道我为什么站在这里。娘子，是你给了我底气。相公给了妾身一个家，相公给了妾身一个家，妾身给相公一点底气，这很公平。我昔日瞧不上的未婚夫，如今倾巢历朝，费尽心机抢来的世子，却在北境风雪练兵，二人人生轨迹因我彻底互换。姨娘，北监来信了，是世子写给您的。沈林月，北运历练让我想明白很多事。从前是我年少冲动，连累了你，也连累了家里。你选择了我，我却没能护住你。等我回来，我会给你交代。什么叫给我一个交代？是服输，是放我自由，还是别的什么意思？
又在想圣经的事，再想一个我欠了他很多，欠下的总要还，不管用什么方式。二公子，宫里来旨意了，九皇子殿下亲临，指明要见你。侯爷不必多礼，本王今日来是去找裴平氏，有些私事要谈。殿下有何吩咐？臣洗耳恭听。这不是吩咐，是谢礼。殿下厚爱，臣愧不敢当，但臣会记得。若有朝一日能再为殿下分忧，万死不辞。好了，正事聊完，裴平氏带本王去你书房坐坐。嗯。果然是你，一边破密室案，一边看才子惊人画本。殿下见笑了，这些是我娘子给我买的，读累了可以调剂一下。那个老嬷嬷给我做了检查，